西尘，听说你拐了人家的小孩。蓝曦臣张了张嘴，正准备再说些什么安抚自家弟弟，便听得自家叔父有些着急忙慌的声音在室外响起。拐了人家小孩的蓝曦臣，吃糕点，疑似被拐的魏小英，面无表情蓝忘机。蓝曦臣一言难尽地看着眼前同样一言难尽看着他的蓝启仁，嘴角抽了抽。他家叔父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？他拐带了人家小孩来着。虽然魏小英很可爱，会软软糯糯喊哥哥，可他也是才见着他好吧。再说了，他家忘机也很可爱，他至于拐带人家小孩吗？曦臣，这个孩子你真给拐回来了。蓝启仁胸膛上下起伏不定，看了眼坐在一旁安静地啃着糕点的魏小英，实在是想不通，他家大侄子怎么能做出拐带人家小孩的事。叔父，你从哪里听来的？蓝曦臣抚了抚额，突觉天降了一口大锅，压得他动都动不得。我从哪里听来的不重要，你先解释一下这个孩子怎么回事。这根本不是我蓝氏之人，缘何会出现在你的院里，还穿着我蓝氏嫡系子弟的服饰？曦臣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的孩子？蓝启仁暗暗咬了咬牙，目光却有些复杂。蓝氏讲究命定之人，若是曦臣当真遇上了命定之人，带回来便是，怎么还能做出这种不合规矩的事？蓝曦臣闻言默了默，忽而觉得有些好笑，这可真是他的亲叔父。他见着魏小英时，以为是忘机的孩子，他叔父就以为是他的，摇了摇头，看了蓝忘机一眼，轻飘飘的道：叔父，这孩子其实是魏公子，也不知他叔父究竟是从哪里听来的半道消息，没一点真实性可言。魏公子？哪个魏公子？蓝启仁下意识将目光再度转向魏无羡，心中忽而有了个不好的猜测。蓝是求学的，姓魏的可就只有那么一个，云梦大弟子魏婴。魏无羡，你是说他是魏婴？蓝启仁微微瞪大了眼，指着魏无羡的手指轻轻颤了颤。他都做好了给曦臣娶妻的打算了，现在告诉他，这小孩是那个调皮蛋魏婴，他的小侄孙没了。是。蓝曦臣点了点头，捕捉到蓝启仁眼底那抹转瞬即逝的失望，忽而就觉得平衡了。叔父，真的是魏婴？蓝忘机在一旁安静地看了半晌，有些无语。他家兄长和他家叔父的脑回路不就是个小孩吗？怎么就觉得是他们的小孩呢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意识到自己弄了出乌龙，蓝启仁不自在地咳了咳，决定等会就去罚那些胡说八道的求学子弟们抄家规，不好好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害他白高兴了一场。叔父是这样的。蓝忘机再次言简意赅地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见蓝启仁听完之后有些沉默，便也安静了下来。蓝启仁抚着胡须沉默了半晌，忽而直视着蓝忘机，目光严肃无比的道：忘机，蓝氏家规有言，云深不知处，境内禁止养宠物。蓝曦臣刚入口的茶直接喷了坐他对面的蓝忘机一身，所以他家叔父刚思考了这半天，就思考了这。叔父蓝忘机蹙了蹙眉，接过蓝曦臣递过来的帕子擦了擦，看向他时目光便带了几分纠结。忘机，你有话要说？叔父，兔子，我想养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小声的道，他从来恪守家规，这是第一次明知不可而想要喂之，心下颇有几分不自在。可兔子是魏婴送他的，他又确实很想养。忘机你？蓝启仁张了张嘴，原本想要斥责的话，在见着蓝忘机低垂的眉眼时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。蓝忘机从小便懂事，几乎不曾开口要过什么东西，这难得的一次开口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他也不想让他失望罢了。要养便养吧，想来以他的性子，也定不会玩物丧志。你要养便养吧，谢谢叔父。蓝忘机起身朝他行了一礼，有些意外于蓝启仁这次竟然这般好说话，他从来不认为兔子他会养不成，却也没料想竟然这般简单。蓝曦臣小心翼翼地给魏小英喂了糕点和水，看了一旁的叔侄俩颇感糟心。现在是讨论养不养兔子的问题吗？这么大，不，这么小个小孩坐在这里，你们是不是忽视了什么呀？叔父严肃脸，忘机呀，咱家不让养宠物，鸡不开心。哦，魏婴送我的兔子，我想养。叔父心软，那你养吧，鸡开心，谢谢叔父。西略糟心，麻烦你们弄清楚重点好吗？小英吃饱了，哥哥，鸡心虚，在呢。叔父，那啥，
魏婴是吧？求学众人三五成群凑在一起，低声交谈着。刚刚牵着魏无羡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蓝忘机，眸中皆是新奇，其中又以聂怀桑最为震惊。今年是他来云深不知处求学的第3个年头，虽说前2年蓝忘机并未参与听学，可聂蓝两家自来交好，蓝氏之人他倒是颇为熟人。可只有这个蓝氏二公子，他从见着他起时，便从未见他露出过别的表情。可刚刚牵着魏无羡表情柔和的人又分明不是蓝曦臣，你们说魏兄怎么就变小不认识我们了呢？某世家子拍了拍聂怀桑的肩，一脸的难受。平时有魏无羡在，下学之后总会有诸多乐子可玩，这骤然没了带头人，天天被蓝启仁这不可那不可的念叨着，简直分分钟就能掉落一地的辛酸泪。谁说不是呢？聂怀桑百无聊赖地晃了晃手中的折扇，目送着两人的背影。不知魏无羡同蓝忘机说了什么，只见蓝忘机蹲下身，将耳朵凑近魏无羡做倾听状，未了还替他理了理衣领。聂怀桑总觉得有些许玄幻，这么些年他从未见过这般温柔的蓝忘机，骤然见之，别说还真有那么几分不适应。转目却见一旁黑着脸的江婉银，聂怀桑笑了笑，转过身假装没看见。没了魏兄，他倒没那么想同江婉银交谈，不是他说都是家里的宝贝蛋，谁又真的乐意哄着他一个云梦公子哥？哥哥，那个人为什么一直瞪着我？身后江婉银的目光如影随形，小小的他尚且说不上来为什么，可他本能的不喜那样的目光。无事，不必管他。蓝忘机轻身挡住江婉银看向魏无羡的目光，抬起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他对江家人的感官并不好，尤其是在见着魏无羡一身难消的伤痕后。魏无羡，你当真不记得我了？江婉银想想仍是不甘心，魏无羡是他云梦子弟，莫名其妙在蓝氏变成了个小孩童，不与他亲近不说，还俨然一副从未见过他，拿他当陌生人的模样，让他一时有些难以接受。我不认识你。魏无羡下意识瑟缩了一下，茫然的同江婉银对视了一眼。虽然他尚小，认识的人也不多，可这么个凶巴巴的人，他能肯定他是真的不认识。魏无羡，你跟我回云梦。江婉银大步上前，说着就要伸手去扯魏无羡。既然不认识他，那就回云梦去见见他阿爹阿姐，我不跟你走。魏无羡在江婉银手即将碰到他时，往蓝忘机身后躲了躲，他不认识这个人，才不愿意跟他去什么云梦。魏无羡